好 ，OK， 那我们直播开始这样子。对 ，OK， 好，那大家好，我是47。大家好，我是文文女王。OK， 我们是我太太生病了。OK， 好，那明天是双十节放假。对啊，明天双十节放假，对。哎呀，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假日的。不过通常这个假日我们通常还要帮学生看蛮多资料的。对，就是说备审资料，特殊选材最近正在忙碌。哪里要过来一点？这个吗？不然看不到。看不到你吗？不是这样看不到你，再过去。这样子吗 ？OK， 好，等一下。好，对，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其实前几天我们在我们的社团我们有一个脸书社团叫做我太太生病了。对，那这个社团里面其实有人有提到就是有朋友提到说，那他是忧郁症患者啊，可是他最近在治疗中，可是他吃药这件事情，他觉得有一点害怕，有一点压力这样，对于吃药治疗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跟文文讨论了一下。对，那也许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一下，说有没有这种就是跟忧郁症患者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心情啊、状况啊等等的。对，那如果说今天你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疑问对，你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让我们知道一下说，你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一些过往的经验这样子。对啊，我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目前在忧郁症这个用药到你用了多久的药了？我已经用了10年的药了。你吃药吃10年了？对。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10年来这个心路历程吗？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再来就演变成忧郁症。那其实因为没有办法睡觉，你就必须要吃药。然后再加上就是心情低落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很不舒服，所以必须一定要吃药。那有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吃的时候都会忘记，因为这是要长期吃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忘记吃药，然后可能就是在吃药过程当中我也会害怕，因为害怕说我要吃一辈子。对，是，所以你也有曾经害怕过说你可能要吃一辈子的药这件事情。对，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些这个状况，让我们知道心情吗？对啊，就是真的害怕说，因为老人家都会说，就是长辈们都会说什么你的药啊吃伤济吼，你的爱洗肾啦，这样子要洗肾，这样洗油剂这样子。然后呢，我当然也会害怕，可是之后我就问就问我的吴医生，他说现在药呢就是很进步，你就是多喝水它就排出了，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样子。对，我们家黑弟，我们家的猫的尾巴这样子，还有鸟也来了。对 ，OK， 所以说其实你自己也会害怕这个身体的状况。对，然后但是呢，你又不行不吃药，所以你还是强迫自己得吃药。对。那我也想要再跟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但真的我真的已经真的要吃药了，然后已经准备要减药了。OK， 这个时候也很害怕。也有减药上面也会害怕，是不是？没错。可不可以就是减药？我要分享一下。对啊，减药不是蛮好的吗？减药是一件很好事，医生会说很棒，你很厉害，可以减药了这样子。对。可是说实在话，真的是减药，你有很害怕，是不是自己的病情又复发这样子？因为其实我最怕的是没办法睡觉。是，你会怕说一减药之后就睡不着？对，就是真的非常害怕。因为其实我曾经有过减到最少药，可能大概就是就是大概剩1/4颗这样子。然后我的医生就跟我讲说，那1/4颗不吃也没关系，那才一点点。可是我怎么样都不敢把那1/4颗给拿掉，就是我还是只好我还是很坚决要把那个1/4颗的药吃进去，这样才有作用。就是人家讲的心
就是那个什么心理作用吗？除了心理作用，还有那个类似像吃安慰剂。安慰剂，对。假如说今天里面给我一个什么，我只是给我维他命 C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也会觉得说，这就是我要吃的药这样子。了解，就是说其实即便因为其实我想对于许多的患者来说，其实能够让自己不要吃药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真的要你停药了，你自己也会害怕，对，真的超级害怕。有没有观众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就是说很多东西好像久了不吃这样子，对，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有在服用一个药物，那不吃之后，是不是会让你有一些心理不安的这个作用，导致说还是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影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状况，如果你也有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那这样我接下来这样就要问一下我，就是说，好像听起来你对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你很想要透过它来协助你，可是你某上你也对它有产生了一个蛮强大的依赖，对不对？对，其实真的有点依赖。其实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心理上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因为我已经没有在吃所谓的什么忧郁的药了，那个忧郁的药几乎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的安眠就是睡觉药跟放松药，我吃的比较重，这样子。睡觉药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睡觉药、放松药、安眠药这些的差别吗？安眠药是真的，你去领，就是你要去拿药的时候，那个是真的，你要自己签名，你要签名，还要写身份证字号。是管制的药类。管制药类。对对对，所以这个不是随便可以开或随便拿得到。当然就是处方签的药当然都拿不到啦。对，但是那管制药类就真的是非常严格这样子。药是严格。然后那一颗就是安眠药。它作用是什么？那作用就是让你就是吃了那一颗之后，就是直接把你打昏的那个你就可以睡很好觉的药，就是吃下去你的旁忙。对，就是就是这样打。我就跟吴医生说，我想要有一颗就是直接把我打昏的药这样子。然后就一开始吴医生都不想要开给我，可是呢，我就跟他说我的困扰点到底在哪这样子。就是困扰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吃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做一些噩梦，还是就是反正我就会没办法很深层入睡。可是我真的想要深层入睡，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早睡早起。这个是我主要的目的。是。对，然后因为所以我觉得很好一点，就是说吴医生他的用药很精准，所以让我真的就是可以吃了药就很快就可以入睡，马上睡着。因为以前我如果只吃放松药的话，我就大概吃药入睡的时间要大概花2个小时哦。真的哦。就等于说我9点吃药了，然后我要等到11点左右才开始有感觉。然后11点只要一错过之后，就又没办法睡了。因为那个就是放松药，因为它药效已经过期。就是过了药效这样。而且就是你那睡觉感觉一来你就赶快去睡，你不可以再就是拖拖拉拉。你知道一拖拖拉拉没有去躺在床上，马上就睡不着。所以它那个药效是有时效性的，过了就没有用了。没错，当然是啊。是啊，我以为吃下去之后就是随时想睡，或者是过一阵子再睡就可以。没有，所以它是需要在时间内再赶快睡的这样子。没错。OK。所以我在吃药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个药我调那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找我跟吴医生一直在找一个，就是可以让我大概吃药半个小时我就可以睡着，而且可以真的睡得很有感觉。然后让我真的有睡饱，然后起床，然后可以甚至一整天可以不用睡午觉，然后就可以做自己的工作这样子。对，这个是我最大，就是这个是我吃药最大的目的。对。
好，我们有观众正在问说一些升学的部分哦，不然说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是针对忧郁症用药的部分，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升学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可能事后再问我们，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就是睡觉这件事情，那在药效要调整的这个状况。对，花了就是说失眠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辛苦的啦，蛮辛苦。我不晓得有没有观众你是有失眠的问题的，或者是你有睡不着觉的问题的，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知道一下。谁想让你知道？网络上大家又不知道谁是谁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说你也有失眠的问题，你就打个+1，让我们知道一下，就你也是有这个状况的这样子。对，好，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安眠药这个作用，那放松药跟还有一个什么药啊？就大部分是放松药啦。对，那放松药的作用在，因为安眠药吃了就好像会马上就打晕的那种，就是被打晕的感觉。那放松药呢？放松药就是让你的身体啊，就是也是有观众是因为需要吃药才睡得着。对，放松药通常就是让你怎么样，就是让你舒缓你的情绪，然后甚至让你的大脑不再思考任何东西，就是大脑没有思绪了，就是你在做，就是你可能吃完药之后，你也不会想要做任何事情，然后就处在很就是说很棒啦，就是蛮处在一个没有思考的。没有办法思考的一个状况之下，了解，然后你就会比较也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个行动力啦，应该这样说。是，我们有观众提到说有时候会想太多，所以要先放松就好睡。对，没有错。那可是我们也知道，可是有时候好像是真的放松不了，对不对？对，没有错，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太多，或者是家里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就各式各样的事情，例如说像你精神内耗，就是你会假如家里都没有事情，可是我就会去想一下啊，我妈妈怎么样了，我朋友怎么样了，然后他怎么样，然后需要帮他什么啦，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精神内耗，然后内耗到又没有办法睡觉这样，对，真的有时候也是不由自主的会想很多啦，对，就是很莫名就是你不想想，你也就还是会去想它。的确是这样子。对 ，OK， 那像刚刚这样听起来当中，你有安眠药，又有放松药，又有其实蛮多一些保健品的。我想问一下，我问你一天大概要吃多少的药啊？我大概一天就是早中晚，还有早中晚，然后还有睡前，总共会需要吃4餐这样子的药。4餐的药，那一餐要大概吃几颗啊？大概一餐都要大概5-6颗吧。哇，但这样我大概将近20几颗了。对，差不多。而且那这么多药，就是每一个都是医生开给你的吗？还是说有一些是你自己是觉得说，那觉得想要自己去买一些保健品的，有没有？对，有一些是因为自己会有一些压力，莫名其妙的有压力的来源，这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压力，但是就是压力就来了。对。然后呢，我就会开始暴食，所以我就找到一个保健品，然后可以不是抑制，就是可以让我的那个压力荷尔蒙可以降低很多，然后呢，吃完之后情绪也放松很多的保健品。那因为我有肥胖的问题，所以当然我也有吃肥胖的一些补给的，当然是医生有开给我的药，例如说。肝脂肪溢出啊，肝脂肪溢出，或是脂肪肝啊，然后或是过高，就是胆固醇过高啊，三高啦，对，代谢症候群，对，就等等这类的，就还是要讲一下，不是有些人还是不知道代谢症候群，就是血糖高，然后胆固醇高，然后还有脂肪肝过高这样子，对，然后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你就需要吃一些保健品的药，再加对，就是辅助，然后再加上真正的药，然后来帮助这样子。对，有观众问说，如果用运动来舒压，你有试过吗？你觉得运动会帮助到你舒压吗？运动的话，我尽量不在晚上。为什么？因为晚上会太嗨了啊，因为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你心跳会
会很快嘛，心跳会跳很快，对对对，所以呢，我就会变有点过嗨，然后就不一定会睡得比较好。哦，所以你其实也是有试过啦，对，然后觉得说，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睡前运动可能会让你过嗨不好睡的。对，你是大概睡前是指多长的时间呢？就是医生说大概就是2个小时，睡前2个小时前。哦，我们家的鸟，对，OK，好，睡前2个小时前运动会让你太嗨这样子。医生说不行，就尽量不要。对，睡前2个小时不要运动，不要看手机，然后不要洗澡，跟不要吃东西，不要吃宵夜，这样子。是，对对。反正这些我们好像全都有做。对，可是我们现在都改了啦。对啦，对，以前都会这样子，就是很想要滑手机，然后滑不停，然后一滑就滑到2、3点，就怎么这样？所以我就错过那个药效黄金睡觉时间，我就错过那个药效时期这样。但如果说睡前，我建议做一些放松瑜伽啦。如果说放松瑜伽的话，把一整天的那个筋骨给拉松拉开伸展开来，这个倒是还不错。有一些睡前瑜伽做完，其实是真的有帮助的。我有试过。OK， 所以就是不要太激烈的运动啦。没错，就是舒缓一下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OK， 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这么多药这样子，你会不会有没有吃到或是忘记的状况？有。对，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标题是少吃1颗药会怎样吗？那要不要先问一下你少吃1颗药会怎样吗？好，我分享一下，最近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经历哈，因为其实我就是因为之前我以前是很好睡的，然后后来我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我最近有一支短影片，就是我为什么要辞职出来当老师，就是某个程度上我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文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出来创业。对，但那支影片很感谢大家的收看，这样因为目前已经突破50万观看了，很夸张这样子。对对，那这是一个短短的20几秒的影片，然后其实就分享了我创业的原因跟理由啦，就是很希望可以陪伴家人这样子。那就是但是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说创业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结果后来我也因为没有固定薪水，所以我也很想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常常会有很多的脑中会有 idea 啊，会有些点子要出来，然后就是开始去思考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就是有收入来源这样子。你说想太多了，结果我后来创业半年左右当中，其实我就失眠了。好，那就是开始我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那睡不着，我想说一开始就1、2天就算，可是因为其实蛮久的，就连续1个多礼拜，那我觉得自己不对劲了，就是怎么我以前是倒头就睡的人，对，那我突然想那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就跟文文说我这样子我得去看医生，所以他就是让我去看他的医生嘛，那我们就是通过医生的就是开一些药物来辅助这样子，那辅助完我也是真的有好睡，就吃完之后就蛮好睡的。那我有时候他会因为其实我们是对我很好，对，他总是会照顾我的各个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好，所以说他会帮我弄一些像钙片啊、鱼油啊、保健品啊等等，然后就是说让我可以补充一整天的能量，就是矿物质啦。对，就是那个矿物质。我原本想说我也大概1颗，就1颗就好，但是因为保健品，所以我也是会10几颗有了这样子。对，差不多10几颗，蛮多的这样子。但10颗以内的，没有到10几颗。反正就是1把啦，1把这样子，就是我每天怎么可能1把啦？我觉得还蛮多的呢，这样，那就是1把药这样子，那他就会帮我分装在药盒里面，就是说，我会有每天的药盒，而且都是就周1到周日。对，我每天都会帮我预备好药这样，那我打开就吃就可以这样，那我就是反正睡前就吃嘛。然后上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也是吃药这样，然后吃完之后，然后我想说，确实你们那天就是去睡觉都睡不好，那我想说可能是我最近比较紧张，因为我最近在帮蛮多的学生去看资料啊，然后帮他们辅导，这样我可能也工作压力比较大，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有工作压力太大睡不好，就是弄到3、4点才睡着，就是你就是精神内耗到3、4点就对了。对，就是脑袋一直在转，对，就像那个观众一样提到说，就是脑袋就一直在转，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就这样躺着就没有睡着，然后文文在我旁边他就睡得很好，他就打呼声很大声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我就
就想那怎么办，然后后来不管，然后我还起来读圣经啊、祷告啊，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让我太焦虑的事情这样，那我就后来好不容易就睡着，才大概4点多才睡着。他睡着我就跟我人说，那我人说啊，你这样不行，我要帮你加药。就是说他觉得我这个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好，他想说帮我多加一个药来辅助一下。然后我原本一开始有点抗拒，然后说可以不要嘛，就已经我不想吃。他真的不想要，对，他真的不想要吃药。有时候去医生那边回诊，对，我都会跟医生讲一下他的状况，但是医生都会就是尊重病人的决定这样子，对，所以他就选择就只吃那一颗。对对，我想说之前吃那一颗就很有效，然后我想说，然后他就说要帮我们加，我说可以不要嘛，我们就争论了很久。我想说啊，算了算了，其实因为只是我有说，如果我身体不好，其实会影响到家里面的状况，因为毕竟我是家里面的经济支柱这样子，所以我就好吧，那没关系，我就是调整一下，就是让他想说帮我加一颗。结果打开药盒一看，我有一颗。就是昨天倒出来，这样想药盒倒出来之后，然后吃，那有一颗就卡在里面没有吃到，那一颗就是医生开给我的那一颗药。然后我说啊，原来我是因为昨天没吃到那一颗，所以我整晚没睡好。我心想说，也太夸张了吧？怎么那么药这么厉害这样子？就是我想说啊，有吃啊，吃心安的就好了，然后吃辅助，没想到没吃，然后整个就睡不着的样子。这不是吃心安的，我一直以为是吃心安的，你知道吗？这是吃让你睡着的吧？就是对我是觉得很夸张啊，就说啊，而且我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就整颗都吃，就一颗卡在里面哦。而我觉得那一次的时候，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就其实现在这个药真的是蛮厉害，就是我觉得少吃一颗药，至少对我来说好像会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对啊，因为其实里面我也有放了放松的辅助品给你睡，对，吃了这样子。你有发现吃一堆辅助品，就是好像真的也没什么作用这样子。就是我只能说医生真的是专业啦，医生真的是专业。观众朋友问你说可以笑啊？可以笑没关系，你可以大笑，你可以大笑没关系，因为是一件很蠢的事，很夸张啦。我想说不是真的一颗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说哇，原来这个少吃一颗药真的会出状况。没错。你呢？你有没有少吃药后来发生一些状况的？我有少吃药，就是我正在就是减药的时期啦，然后就是只是少半颗药而已，然后就睡不着了。可是你减药这件事情是医生说可以减，还是你自己擅自要减？因为我们已经吃到一定的那个一定的稳定度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要加药或减药。那因为医生都给我开1个月的药分，那我没有办法说，当然也可以去跟医生讨论啦。只是我自己会加减说，我是不是可以减半颗或减1颗，甚至我也会先经过医生的同意，我就说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某某情况之下，我如果减半颗，自己减半可不可以？那医生也会说，像是药袋上面也会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嗜睡状况，你就要你可以自己斟酌减半这样子。对，药袋也有这样写。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好，那如果我这个礼拜我有进步，我就下个礼拜我再调，本来是吃2颗。然后我就这个礼拜有进步，我都吃2颗都很好睡。对，然后我就挑战下个礼拜是不是吃1颗半也会很好睡，这样子。然后如果说下个礼拜也很好睡的话，就是会像这样子的调药方式，我都会大概1周观察1周。可能有时候1周的话，可能半颗有时候就睡好，有的时候睡不好，那我会再调整回来变2颗。你说鸟在头上大便，应该没有吧？没有，他有穿那个尿布，他有穿包屁衣，所以没有，那是他的雨穴。雨穴，那不是便便这样子。OK， 好，所以说就是其实你是在医生的同意之下，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减药。对不对？然后减药的过程，那也就是说，似乎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点，我就有点好奇啦，观众可能也不太知道，就是说你吃药吃到一定的稳定度的时候可以减药。什么叫做稳定度啊？怎么样判断可以减药跟不可以减药？就是那个稳定度，就是来自于就是你每次只要固定时间睡
是固定时间吃药，然后就会固定时间睡觉。对。那如果说哪天你这个就叫稳定度，就是你可以判断说，因为我吃了这一颗药，我吃了这些药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在半个小时睡，对，或者1个小时，对。那以前我都可能是要2个小时才睡得着，那现在变成说，我只要，对，我们是夫妻，对，我们是夫妻，对，所以只要就是吃药，然后我要讲什么你又说稳定度啦，对，稳定度好，就是假如说我2颗药，我这2颗药我都这个礼拜的稳定度，就是睡觉稳定度都是吃完半颗药之后，吃完这些药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睡。对，那你观察这样1个礼拜下来，这个就是稳定了。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吃了药，然后你有时候那个睡眠时间都一直延后，对，那个就是不 OK 了。对，就是它其实是看你的作息的状况啦。没有，不是作息啊，因为睡觉你就是睡眠时，就是要看你吃完药跟睡觉的那个时间差距。吃药之后跟开始睡着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关于这个哦？那作息那个归作息哦，因为有些人他也是会睡晚或者是早起，这样子也不一定。了解。对，所以你要观察的很确定，就是说，假如说你以前我们可能躺下去，就是还没有吃药的时候躺下去，你可能5分钟10分钟就睡着。可是如果超过半小时1小时之后，你就开始要注意自己。了解。对，时间变长了，不一样了，这样子。对，时间变长不一样，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个看起来，然后你要对自己的状况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记录啦。对，没错，对不对？就是说知道你要自己观察每个礼拜的状况。对。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其实有在推行一个叫做你可以记录自己的情绪笔记，就是包括你的身心状况。像我们的我们的荧幕上面其实有一个QR code， 这个是可以扫描，你可以拿到一个情绪笔记的模板，可以记录自己的这个身心状况啊，那为自己写一个笔记，有点像是在写自己情绪的学习历程啊，好让自己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掌握跟学习这样子。对，透过这个方式能够帮助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恢复你的这个睡眠状况啊之类的。那刚刚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了很多是这个有关于睡眠的这个药物的使用，我知道其实你本身还有一些包括血清素啊等等的这种治疗忧郁症的这些药物这样子。对，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这些药物当中在减药的过程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吗？或者是在加药这件事情？减药的话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哦。血清素的药也是这样子吗？血清素是稳定你的情绪啦。对，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分泌好的多巴胺这样子。对，那我现在就是因为忧郁已经没什么太大的比较稳定了。那血清素我本来是从1颗吃到2颗，然后甚至到3颗。那3颗是有点过嗨的状况，像这几天都好嗨，嗨得我好累。对，我们是一个中度的忧郁症患者，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笑声其实非常魔性的样子。就是真的，然后之后我朋友都说，新认识的朋友都说啊，你有忧郁症？我说对啊，我有忧郁症。然后我晚上要来直播这个分享忧郁症的那个就是那个内容。对，我朋友都会很惊讶的。对，其实因为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不过其实你也是经过治疗的10年的时间当中才恢复成这样子。对，那我可以问一下，血清素可以自己减药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刚刚你有提到一些减药的部分。因为血清素真的要跟医生讨论过，像如果说像之前我为什么会吃1颗到2颗到3颗？第一颗是一开始1颗的时候就会，而且血清素有很多种，医生会判断你要吃哪一种。对，所以我有换过血清素，不同的药物这样。然后主要就是血清素主要是帮助你的心情，就是比较缓和情绪这样子，不要太忧郁了，就不要太忧郁，然后不要太down。然后因为还有就是它那个多巴胺是分泌出好的东西，所以呢，你一整天下来心情都不会太差。是，对。然后可是呢，
有时候如果你有遇到就是状况很严重的时候，就是重疾事件砰砰砰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又忧郁了。我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种东西，这样，所以呢，我就只好再去跟医生加药。对，就跟他讨论完之后，他就又加药，因为那时候我又一直在哭，即使我吃了1颗血清素，还是狂哭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到了第2颗状况又很好，是，然后我想说啊，第2颗应该就可以了，就没想到，就真的状况还是很差。就是2颗完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状况又变差了，就突然间又很低落。因为这种东西是因为什么原因会低落啊？这个真的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但大部分都是外来的因素啦，对，大部分外来因素这样子，然后就又开始低落这样。然后我就吃了第3颗药，然后第3颗药就吃了第3颗血清素，对，第3颗血清素，对。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就心情好愉悦哦，就是很嗨这样嗨，然后找到的人就想要一直讲话，一直聊天，就一直讲，你知道吗？真的是，我觉得我朋友应该都很怕接到我电话。真的打电话给他说，然后开始一直讲不停那一种，这样子。我觉得我朋友大概是属于这样子。现场观众有没有我们的朋友的很害怕接到他电话，赶快这个时候留言一下，好不好？讲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会真的就是会一直讲话讲不停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嘛，我在家就会一直乱唱歌。哦，对，有的时候我在跟学生辅导的时候，然后他就在那边唱歌的样子。对，但是唱歌也不是主流歌，是我自己乱编的歌。观众说欢迎来电啦！真的吗？这样子是不是？我是七七啦。好 ，OK， 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就真的很嗨。有时候我们家有2只猫，然后1只鸟。小鸟我对它唱歌，就是我们家闪闪，我对它唱歌，它会非常开心。可是我们家2只猫，就一听到我唱歌，它马上就跑走。就整个躲起来。你愿意在观众面唱首你平常唱的歌吗？会不会害羞？就是小山山，小山山，小山小山小山山，这样子，大概这类的这样子。对，真的很没有偶像包袱哎。对，我没有什么偶像包袱，没错，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就是会一直处在这种很嗨的状况。对。然后曾经有一次就是嗨过头了，就是跟那个谢谢姑姑，就是然后真的嗨过头了，嗨到真的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又回去跟吴医生说。然后吴医生说，那你立马减药，就是又吃回2颗。是。然后再减这个药，就是把它减回来的时候，你人是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血液浓度没有到，血液浓度就降下来的，那个药物就降下来。你说的不舒服是指什么的不舒服？就头晕目眩。会头晕目眩那样。对，然后整个很不舒服，就是像感冒那种感觉吗？对，而且会一直盗汗啊，这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小小副作用啊。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是。对，只是我的状况只是参考用这样。对，然后大概也是医生叫我撑大概1个礼拜，因为我大概3天后其实就那个状况就好了这样子。对，所以因为吃血清素，然后因为你体内的荷尔蒙，然后开始有一些调整。那你现在从3颗变2颗，那体内荷尔蒙又变了。所以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没错，这样子。OK， 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荷尔蒙的改变，只是会让身体又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啦。对，刚好那时候又遇到就是提早的更年期。遇到更年期的状况，所以就身体体内的这个荷尔蒙会其实有蛮多改变的。对，因为其实我子宫有摘除，所以呢，那时候就很快就进入那个更年期了。对。然后就整个人又很不舒服，刚好又遇到减药部分这样子。那因为对，那为什么又加药回来？就是又因为是更年期的关系，情绪上又很不稳定。对。然后身体又很不舒服，所以我也跟吴医生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医生都需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讲一下我的就是子宫摘除这件事情，然后加上就是更年期的问题，所以他就帮我再把第3颗血清素加回来。那所以现在我就是吃了3颗血清素。
然后3颗放松药，然后2颗就是比较好入眠的药，但是它还不是算是安眠药哦。对，然后最后1颗就是真正安眠药，就是打昏就直接打昏就可以睡觉这样。对 ，OK， 所以其实现在的确是需要透过这些药物这样的一个药量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就是因为刚刚听下来当中，就是血清素的这一个药量的，就是增加跟减少是不可以自己决定的。你除非你除非睡觉的那种放松药，你可以微调一下，对不对？对，睡觉是你医生是允许你调整的，可是血清素是不可以，完全不行。了解，所以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做一个充分的讨论跟确认，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即便知道说现在忧郁症需要吃药治疗，可是也很希望能够不要一辈子吃药这种感觉，所以就很想说赶快把药减掉，对不对？那其实过快的减药似乎是会容易造成一些副作用，就是反弹会更大。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减药，然后激烈的减药，然后反弹的状况？我没有这种事啊。你有一次是我其实他有点忘记了，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当中就是试着想要就是不要吃药减药这样子。对，因为那时候我打算要备孕，在很久之前打算要备孕这样子，然后呢，医生说只要不吃这个药1个礼拜之后或2个礼拜之后，然后就可以备孕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想要备孕这样子，那大概4-5年，不止4-5年前，我6-7年前这样子，然后就想备孕这样子，所以我就偷偷不吃药。对啊，看到那些药就对，然后就偷偷不吃药这样子，然后不吃药之后，我就想到状况就很多，是不是？对，那你可以讲一下。就那个时候，就是你会知道说就是因为我们吃药是我不会去干涉的，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说怎么样应要好好的用药，所以他其实会很乖的吃药这样子，所以我对他就很放心。那只是说因为他之前就状况就很好嘛，那突然就莫名其妙就是情绪就很多，然后突然又开始哭啊，然后闹啊那之类，或者是你会莫名其妙就触碰到他的底线，让他就莫名其妙他就好脆弱。对，想说讲这个话这样也没有生活上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那时候一般的对话，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就时不时就走到我心坎里这样子，就他就会有情绪上面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出来这样子。对，那后来一问才知道说那其实他是有减药，我想要备孕，没有减药，是整个完全没吃药。对，就是突然没吃这样，所以说他是激烈的突然就不吃了啦。对不对？然后就之后我就你那个是大概是多久的？就是没吃几天呢？他没吃大概3-4天而已啦，然后状况就又出来了。对啊，很恐怖啊。然后之后我就又去看吴医生这样子，然后医生说你怎么可以擅自减药？这是不能擅自减药的东西。我说可是我想要怀孕。他说你只能慢慢减药，可是绝对不能擅自不吃药，这样子。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只要没吃药之后，你可能就会你的那个精神状况可能会复发，而且你有可能呢会提早失智。对，因为这个是跟脑神经有关系的，他就这样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跟我们讨论啦，就说其实后来想说，其实我觉得身体上比较重要啦，所以有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勉强了。对啊，后来就想说，那就这样算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把我们目前的身心状况顾好比较重要这样子。所以你看，像苏沫他也是想要看到那些药就吃到怕这样子。可是虽然吃到怕，可是你还是得吃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药然后会怕的状况？刚开始会啦。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刚开始那个状况会怎么克服的吗？怎么克服？因为我就是想要睡觉啊。我只是纯粹想要好好睡个觉。可是这么多药，你不是说你会怕吗？一开始的确啊，可是因为你又加药减药，然后甚至你又没有吃药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变化非常大。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要好好吃药，因为其实我想要我生活品质好，我不想要影响我的任何的生活状况，所以我只好要吃药。就是说其实你害怕睡不着，身体状况不好这件事情更多于
不吃药这么多药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所以所以就是还是你算就是一天之后，就是可能一天吃3餐，可是你的身体就还开始好转，对，那有什么好不能吃药？就像你吃保健品一样啊。对对对，就像吃保健品。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刚开始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啊，面对吃药这件事情，可能他的纪律也没那么好，习惯也没有那么好，有时候就是可能不小心忘记吃了，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提到了嘛，就是你少吃一颗药，真的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蛮严重的后果。那因为其实你的用药是非常有纪律的。非常有纪律的，对，你能够就是把药都排得很整齐这样子，然后就乖乖的按时间吃药这样子。这个你是怎么做到？你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做到有纪律的去用药，然后达到比较好的医疗品质？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会忘记吃药，因为那时候要吃3餐嘛。可是呢，我最后我就发现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只要没有在同一间时间吃药，你的那个你的血液浓度就会降下来，情绪又会降下来。不是，是血液浓度会降下来，就是用药的血液浓度会降下来。对。然后用药浓度那个血液浓度降下来之后，你就开始头晕了。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个身体状况，然后就头晕，然后又想吐这样子。然后每次都要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赶快去吃药，补一颗。对，就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像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你要踢到铁板之后说啊，对我忘记吃药，然后久而久之，你每次都被这种给提醒，你知道吗？头晕目眩给提醒之后，你就说我真的不行，我真的是要乖乖的按时吃药。没有按时吃药，就是身体会出现一些警讯状况。对对对，就因为我们这种荷尔蒙，因为这个是有关荷尔蒙的，它只要荷尔蒙一没到的话，你的状况就很危险。我举一个例子好，就像是对没时间，没有按照时间吃药，对，体内不足，身体就会抗议。对，没有错，姑姑说很好，因为就像是我弟弟好了，我弟弟他有癫痫，可是呢，他一开始吃药的时候，他都要吃不吃，就可能就是原本是晚上10点才要吃，对，可是呢，他就会过到12点他才吃，对。可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就拖2个小时的时间？那这2个小时的时间，等于是没有药效的保护力，所以他就那段时间就常常癫痫发作，然后导致他的脑有伤害，对，脑有受损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被那个你的身体的不舒服去逼迫到你真的要吃药。对。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跟习惯，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他可以做一些预备，比如说可以怎么做，然后养成有纪律吃药的习惯？因为之前我吃药的时候，因为药也没有很多，对，所以我每次都是就是一包药拿一颗一颗出来。对，可是我发现我的药效越来越多，而且我也要去想说我要怎么去分配我的保健食品怎么吃这样，然后我就去买一个药盒，然后就是周一到周日，然后早中晚睡觉前这样子，就一整排这样子。对，然后我醒来第一件事，我就会先吃那个先吃药。对对，那个药啊，对我不是只有吃血清素，我早上还有吃一个放松，然后再加上心情舒缓的药。那一颗好像之前你没吃啊？对，那颗之前没吃，我想说啊，算了，应该没什么就没有什么用处这样子。然后就心情很不好，然后之后吴医生就跟我讲说，你那颗药有吃吗？我说我没有吃我讲说它没什么用。他说它很有用，它是有药性的，你一定要吃，不吃的话你就会怎样。然后就是反正不吃的话，你心情就会很不好。所以呢，我只好就又把它吃回来。对，然后有一天，可能是某一天我可能没有吃到那一颗药，我整个心情就忧郁到，就是整个很忧郁，然后就暴食。对，就是因为吃了药之后我不会暴食，
就没想到我没吃药反而暴食这样。所以似乎好像有点减肥作用的感觉。对，没有，就是情绪，有些人情绪不好，当然会不想吃啦。有些人我是属于情绪不好，我就会暴食的那种人。对 OK， 所以其实真的也是，所以有时候这一颗药当中，如果还在治疗过程，如果真的没有吃，真的会有蛮多影响的。没错，对对对，我知道你之前好像还有一颗药是，就是你外出很紧张的时候，那你就赶快先吃一颗是。你那颗好像不是常态吃的。对，那一颗是纯粹就是安抚，因为那时候真的很严重，所以那一颗是属于安抚情绪的。是，就是你可能知道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出远门，那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不能够见人的，出去对，不能够就是外出要看到别人这样子。那如果说主要是人很多的时候，人群恐惧症啊，对，那时候有点人群恐惧，所以那个时候有恐慌症啊，恐慌症那个时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当中，跟他说，我们可能明天要出去哦，那他可能会在出门之前先吃那一颗药，来稳定一下情绪这样子。所以看起来不同的药都会有不同的状况啊，像我们也有观众提到，有针对状况来调药，对，状况来调药，那症状就会有所改善。对，那看起来呢，就是这个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很需要去做关注啦。对，但是我也要，就是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说，其实用这种药，至少你要用到3个月到半年，你才有成效。对，你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是，对，那这样子，第一个它会需要那么久的原因是什么？要需要那么久的原因是荷尔蒙的关系吗？对，就是可能调整荷尔蒙。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好了，那这块我来回答好了，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去就是治疗的时候，我也有去稍微查一些资料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会对于吃药这件事情，就是说吃了药马上有效果，那很像是你去看感冒，对，我今天咳嗽流鼻涕，然后吃了药之后就没有咳嗽、没有流鼻涕、没有发烧，就是你会觉得说吃了马上要有效果。但是忧郁症这一类的，就是身心状况，它其实是一个荷尔蒙的调整，对，是一个调整。所以说，它不是吃了之后你荷尔蒙马上就会飙高，荷尔蒙所以慢慢浓度当中是慢慢的往上提升，好的多巴胺也会慢慢的提升，所以它的提升可能是需要2个月，就是2个礼拜到3个月中间的这段时间，看个人体质而言，对，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身心灵的患者，身心症患者，那你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假设如果你吃了2个礼拜，然后就发现没效，你就不吃了，对，那你前面的2个礼拜基本上就浪费了，因为你要持续吃到可能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它才会达到那个效果，对，然后所以说在这个状况，如果你前面吃一次，发现好像没效。就放弃了，那其实很可惜。那你如果觉得没有效这件事情，要赶快去跟医生，就是去找医生，不是说不吃药，但你可以换医生没有关系。对，只是说，但是你不要说，那吃药，我觉得好像没效就不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这个就很可惜。而且刚刚其实我有提到一个点，你没有吃药这个治疗的这个用药好的药，会有失智的问题。对啊，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吗？吴医生就这样跟我讲说，你因为我吃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跟脑神经有关的，因为甚至有时候我很严重的时候，也有吃到就是比较属于像是癫痫药，就是让我的脑神经可以比较安稳这样子。对，但是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真的自己就乱停药，所以吴医生才会这样说，就是他。可能是你只要没吃药，反而就会破坏你的整个脑神经的那个运作啊，或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很容易就是情绪更失控，然后甚至就是会有失智的一些状况。对，那个我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其实我也是陪着他啦，因为像我们这种身为忧郁症的陪伴者，我觉得常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那了解说，那他所吃这些药，我知道很多的家人会担心说，就是他会不会吃太多药，然后变笨了，吃太多药，然后身体状况就很不好，这一类这个状况，那甚至说会不会有神志不清，因为其实。
有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就是他的精神意志状况是很不好的人，他会在那边乱讲话等等，你就看得出来他的状况是不对的那种人。那大家都会担心说，那他会不会吃药吃太多变得像那样？变像那样。那上次我应该是听文文跟我分享，那可能那时候有跟医生讨论这样，就是说那些人，那些有思觉失调的人，对他们如果不吃药，他们会更快变成那样子。那吃了药，不是视觉失调就是视觉失调症啊。对，你跟观众讲，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精神分裂症。就是说那个他其实会有那个所谓的幻觉、幻听，然后身心状况是你就觉得他，我们简单讲，你就觉得他非常的不正常啦，就是很怪的那种人，他的状况他会胡言乱语，这一类，这个状况。那如果说像这样的罹患的这种疾病的时候，你没有用药，其实他会很快的就进入到那个身体的功能的失调，你没有办法去治理你的生活。对，那吃药是帮助你可以延缓这个过程，然后甚至让你可以保持一个好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去过你的生活品质。如果你没吃，你是更快步入到那个状态。所以今天不是吃药的问题，而是因为你不吃，你反而更容易达到那个状态。没错。所以说这个就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像我们观众有提到说情绪突然失控崩溃，那后来再赶快再去看。真的要，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就是你真的身体真的不管你的情绪，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体有状况，例如说我们的咳嗽还是流鼻涕，我们就一定会去看医生嘛。可是你的情绪这个真的不能忽视，就是一定有问题马上要去看。像我可能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可能刚好礼拜天，我就很慌张，你知道吗？然后慌张到一个不行，说怎么会没有医生，这样子怎么办？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去挂急诊，因为真的急诊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因为只有我的医生最了解我，所以呢，我就会在礼拜一大早赶快去看医生。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就是刚好礼拜天那一天，然后就怎么样都没办法睡觉，就是睡不着，然后就是从晚上等到早上，一大早8点就去等，就是等吴医生开门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那边都是阿嬷，阿嬷都早上很早就起床，想排第一个排不到这样子，很想要就是拿那个头其实第1号可能我都拿不到。了解。所以说而且好像其实你的这个状况，就是有时候那种就突然的崩溃状况，不是半夜就是礼拜天，对不对？但像这种就是说只能够乖乖等到有医生来去看，还是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在当下做一个缓解跟处理？这个好难哦，这真的很难我真的只要情绪一有状况，我真的马上去看医生。还是说是不是可以问医生说，如果可不可以帮我开一种那种紧急备用药，就是说临时有什么状况的时候，然后可以吃，有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医生不会多开药给你。不会多开药，就没有这种紧急的这种东西。对，除非说他会开一些比较放松啦，就是纯粹放松，然后也比较无害的药这样子。但是我就通常在医生那里通常不会。对，OK。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是遇到没有办法治疗，说你可能是不容易啦。就这个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去找到看有没有家人能够协助你，那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独处啊，那或者说或者是你也可以考虑把你的情绪写下来，透过情绪笔记的部分，看可不可以做各种可以舒缓的部分。对，或者像我们其实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手作，他会自己去做一些手作，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去让自己在当时的这个状况里面当中，就是不会分散那个忧郁的情况，然后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各种方法都可以啦。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可以去运动啊，但是我知道有时候真的也没办法运动。根本就走不出门，还运什么动？对，而且有时候真的发生状况是在半夜，没办法运动，对不对？那个时间点也很怪的，也不容易啦。所以也许你可以随手找一些，比如手作啊，或者是你可以听一些音乐啊，看电视放空啊。对，就看你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放空。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放空会有帮助吗？放空会有帮助啊，可是如果是失眠就没什么帮助，因为你就真的是。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因为其实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失眠。对，我真的超级害怕。
然后但是我觉得情绪就是情绪，如果说真的不稳定的话，有时候还是可以有其他的缓和的方式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大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把情绪整个就这样发泄出来，大哭，因为你不要觉得说人家说什么大哭啊，什么情绪一定要忍耐啊，你不要哭啊，不要怎么什么都不要这样，其实是不 OK 的事情。你有情绪就不要压抑，对，不管是大哭或大笑这样子。像后来啦，一开始的时候，他大哭的时候，我们通常陪伴者因为我们是忧郁症陪伴者嘛，陪伴者的动作常常都这样，比如他患者大哭，亲的家人开始哭的时候，我们都说没事啊，不要哭啦，不要什么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对，类似这样，我们就希望大家不要哭啊，就不要想太多。但是后来我不这样做，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就尽量哭，用力的哭一下这样子，我就让他赶快就哭一下。”我觉得就是陪伴者的拥抱很好用。对，就是真的好像有被支持到这样子。对，然后呢，你就会真的哭得很舒畅。对，就让他好好哭一下。对，就是这样好好哭一下。对，其实因为你就是陪伴者，你要知道，就是如果忧郁症的朋友他没有哭，那他情绪没办法发泄，那他就会往伤害那个地方去，他就会可能往自我伤害那个地方，那个一定是你不乐意看到的。那怎么办？你就让他哭出来，反正哭你也看得到嘛，你看着他在哭，至少他是安全的，所以就让他好好的哭一顿，哭一场，那情绪发泄一下。然后就可能会想要睡觉，对，就让他去睡个觉这样，因为哭完通常会比较累嘛，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也许就会好很多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患者当中的需求，然后做一些调整啦。对，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一下，说忧郁症在不同的方面会到什么状况，对，然后我们陪伴者可以怎么样去应对，那我们用分享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建议。所以说如果大家也想未来还有一些想要讨论的题目，都可以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社团，我们有个 FB 社团叫做我太太生病了，对，你可以在里面加入，然后把你想要讨论的问题写在上面，对，那我们就会针对适合的题目当中，我们来做直播来做回答。对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刚好有状况，然后突然间想要问问题，这样子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你的 FB 要开通知啊。他是社团的管理员，但是他都不开通知，然后每次看那个里面有人留言了，好几周都没回，就不好意思。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讲，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很想要就是在网络上面就公开很多自己的资讯，或者是不想要打扰，因为其实有时候患者本身他也是需要安静的。对的，对，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说这么及时，但是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持的一个社群，让大家彼此之间可以相互的协助这样子。那就是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但是我们就是通过分享，希望能够为这个忧郁症的都是经历啦，对，都是经历，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对，那就一直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协助我们的忧郁症的患者。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对 OK 好，那如果说未来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尽量的来做回复。OK， 好，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珊珊拜拜啊，珊珊，拜拜，不客气哦，拜拜，拜拜。你看。你跟人家拜拜，你拜拜，姑姑拜拜，拜拜，算。